病房13下集第6章绝望之境。小雅与其他医护人员在绝望的病房中奋力抗争，试图阻止病原体的蔓延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面对这种不可知的恐怖力量，他们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。病院内部变成了一个地狱般的景象。墙壁旁浮渗透出黑暗的血液，走廊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病房13成为了恐怖的枢纽，病人的症状变得越来越极端，有些甚至展现出畸形的变异。小雅在这片混乱的景象中感受到极大的心理恐惧，她看到病人们失去理智地攻击彼此，境内仿佛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。医生们焦头烂额地试图应对，但面对这种超自然的灾难，他们也变得无能为力。走廊上传来诡异的低语声，灯光闪烁不定，病房内传来阴森的吟唱声。小雅试图理解这一切的来源，却发现一些黑暗的影子在角落中躁动，仿佛是某种邪恶力量的扭曲镜像。在绝望之境中，小雅发现自己不仅要对抗恐怖的病原体，还要面对人性的黑暗面。一些医护人员被恐惧和绝望所蠢动，背叛和自私行为开始在这片混乱中蔓延。社会恐惧让他们变成了彼此之间的敌人，而不是共同对抗不明力量的战友。第7章邪灵复活。小雅在挣扎着应对住病原体肆虐的同时，突然发现病原体与一个古老的邪灵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这个邪灵据说曾经是医院历史中一场黑暗实验的结果，如今它似乎正藉由病原体的复活，重返现实世界，企图掌控整个医院。当小雅开始深入挖掘邪灵的传说时，他发现了一些古老的手抄纸卷，上面记载着有关邪灵被囚禁的方式和被释放的仪式。揭开这些禁忌的文字，仿佛开启了通往黑暗的门户。整个病房13变得更加神秘而阴森。在夜幕降临的病房中，小雅开始感受到邪灵的存在。房间的温度骤降，冰冷的风在她的耳边低语，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威胁。同时，病人的症状变得更加怪异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异常的狂热。在奇异的梦境中，小雅与邪灵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。邪灵的声音凄厉而阴森，预示着一场无法避免的厄运即将临近。她发现自己似乎成为了某种古老仪式的一部分，而邪灵正藉由它的存在，逐渐复活到现实世界。随着邪灵力量的增强，整个医院变成了一个灰暗、充满诡谲的地方。阴影在墙上舞蹈，邪灵的低语充斥着每个角落，使得整个医院都仿佛陷入了一场噩梦。而小雅必须在这场黑暗的危机中寻找解救之道，而读者也跟随着她的脚步，感受到一阵阵莫名的不安。第8章终极对决。小雅和邪灵展开了终极对决，病房13成为这场生死之战的舞台。在这个恐怖的空间中，墙壁仿佛滴注血，阴影在光线中扭曲，使整个场景显得更加诡谲。随着小雅进入病房13的核心，她发现这里藏着一个惊人的真相。多年前，这个地方实施了一场禁忌的实验，目的是藉由邪灵的力量来达到某种不可知的目的。然而，实验失控，邪灵陷入了沉睡，而整个病房被迫封闭，成为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。邪灵的复活计划不仅是为了重返现实世界，更是为了报复那些曾经囚禁他的人类。
他试图借着病原体的力量唤醒自身的力量，以彻底支配整个医院。生死决战中，小雅感受到邪灵的黑暗力量，她的心灵遭受极大的考验。邪灵化身为诡异的影子，与小雅进行心灵对话，试图撕裂她的意志，而整个病房13变得异常不稳，仿佛要将一切吞噬。在终极对决中，小雅揭开了病房13背后的黑暗真相，但同时也发现自己成为了阻止邪灵复活的唯一希望。她必须冒着生命危险，掌握实验的关键，将邪灵永远封印。第9章，生还者的代价。小雅在与邪灵的终极对决中生还，但这场战斗的代价是惨烈的。她的身体遭受着不明的创伤，心灵也深深受到折磨。病房13的恐怖结束，然而小雅不得不承受着所见所闻的阴影，这些阴影将永远留在她的心灵深处。在战斗的结束，整个病房13恢复了平静，但这平静仿佛是一种诡异的宁静。小雅在这片恐怖的场所中穿梭，每个房间都弥漫着难以描述的氛围。曾经的病人们在她经过时，以诡异的目光注视着她，仿佛仍受到某种无形的束缚。小雅试图回归正常的生活，然而在夜晚，她梦见了战斗的场景，那些诡谲的影像在梦中不断浮现，使她在现实和梦境之间无法区分。生理上的恐惧和心灵上的痛苦交织在一起，让她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抑郁。这段经历也让小雅对人性的黑暗面和死亡产生更深刻的思考。她意识到，在医院的背后，是一场涉及禁忌实验和邪灵复仇的黑暗历史，而这一切的代价，正是她不得不承担的。第10章，结局与后遗症。小雅虽然在病房13的恐怖中生还，但她的噩梦却似乎才刚开始。在白天，她努力面对现实，但在夜晚，她被一连串诡异的梦境缠绕。梦中的病房13变得更加扭曲和诡异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无法形容的黑暗。她梦见自己走进病房13的大门，却发现这里变成了一个迷宫，走廊仿佛无尽延伸，墙壁上的阴影让人不寒而栗。在梦中，她遇到了曾经的病人，他们的脸孔扭曲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样，发出诡异的低语。梦境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，小雅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扯她的灵魂。她努力保持清醒，但每一次入梦都带来无法忽视的真实感。这样的折磨使得她的心灵陷入了恐惧的深渊。生理上的恐惧也在无时无刻地缠绕她。在白天，小雅开始搜寻有关邪灵和病原体的更多信息。她深入挖掘医院的历史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实验计划，旨在控制人的梦境。这让她联想到病人的梦魇，猜测这一切可能与实验有关。在现实和梦境的交错中，小雅感到一种无处可逃的绝望。她意识到这场恐怖的源头或许不仅仅是来自医院，还可能牵扯到更深的神秘力量，而她必须冒着一切的风险，解开这个古老而危险的谜团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